Z 世代，一个很新又没有那么新的词汇，又被称为互联网世代或者网络世代等等等等，特指95至05年出生的年轻人们。而 Z 世代的篮球鞋又是指什么呢？特别为95至05的年轻人们推出的球鞋？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。难道我们30岁的老球员就不配拥有吗？我想它的意义应该是符合当下这个时代所需而推出的一款篮球鞋。那什么样的球鞋又能适配当下的篮球环境呢？什么样的篮球鞋可以满足当下篮球爱好者们的需求呢？是配置拉满的性能怪兽，还是性能够用、价格实惠的性价比之王呢？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，而安踏给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。Z Up One， 它能否给 Z 世代篮球鞋一个定义，或者立下一个基准呢？欢迎收看第223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亚当。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。安踏从今年的 KT8 开始，在篮球鞋的外观方面就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，从更加注重保护的外观改为了现在看上去更加流畅、更加灵活的外观。在外观方面做出的变化，我觉得是成功的。这一双 Z Up One 在外观方面一看就是定位更加偏向于外线球员而推出的一个鞋款。低帮的造型，修长的鞋身，算是自狂潮4代之后安踏做出来的篮球鞋当中比较有速度感的一个鞋款了。而在实战方面的表现，它也可以算得上是安踏现如今比较能够拿得出手的一个鞋款了。我们还是先从大底开始说起。在大底方面，球鞋使用了全掌圆弧形的纹路，并且在凸起的纹路上面都有着细小的颗粒覆盖。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，在干净的场地上面实战，不管往哪一个方向进行移动，它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。大底的纹路空隙也控制得非常合理，让它在吸灰方面有着比较不错的表现。即使是场地上面有灰尘，它的抓地力也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，只需要适时的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就没有问题了。在抓地以及吸灰方面的表现都非常拔群，并且它在耐磨性方面的表现也是 OK 的。这双鞋使用了全掌的透明水晶大底，橡胶的硬度还算不错，在硬度计的测试下，读数在60出头，并且纹路的深度和粗度都比较可观，用来进行室外场地的实战也完全没有问题。后续价格能到个400以内，用来干水泥地也完全不在话下。在中底方面，依旧是大家熟悉的全掌氮气科技，并且跟 KT7 一样加上了一副氮气科技的鞋垫，缓震表现非常出色。在正常的实战过程中，完全不会出现震脚的感觉，即使是单纯用脚后跟着地，震脚的感觉也非常的轻微，表现非常出色。并且在球鞋的外侧使用了较硬的橡胶材料，包裹住了中底的缓震材料，控制住了缓震材料的形变，让它在实战的过程中不会出现过分的变形。不过在初次上脚的时候，你会明显的感觉到这双鞋的力线有着明显的偏移。由于内侧并没有使用橡胶材料进行包围，内侧的缓震材料会明显比外侧的要软一些，穿在脚上，球鞋的力线会往内侧偏移。好在大概半小时的磨合之后，这种感觉就会有明显的好转，力线会慢慢的恢复，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。而球鞋的中底厚度是比较薄的，场地感表现非常出色，并且同时还拥有了非常优秀的反应性表现。中底的缓震材料是比较偏韧的，在突破的过程中几乎不会有泄力的感觉出现，脚底下还是非常直接的，并且球鞋的中底龙骨落差也比较合适，不会有明显的前高后低或者前低后高的感觉，不管是进行全场的实战还是半场的实战都没有问题。中底的抗扭件也可以算得上是顶配的了，不仅有一块几乎覆盖了全掌的 Y 字形 TPU， 还在球鞋的中间部位放置了一块碳板，球鞋的中底刚性以及整体的抗扭性直接拉满，强度非常高。而这一块面积巨大的 TPU 件对于球鞋的整体滚动感有着非常明显的提升效果，让整一双鞋的前后掌过渡更为丝滑，在跑动的过程中，跑动的感觉非常舒适，滚动感非常出色，并且不管你是全掌跑动还是前掌跑动，它的跑动感都非常出色，适配的范围非常广。
而在鞋面方面，球鞋使用了几乎覆盖全身的热熔材料，鞋面的强度非常高，并且延展性非常低。球鞋的鞋楦是略微有一些偏窄的，更加适合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窄的朋友去进行选择。如果脚型合适，就能够得到非常出色的包裹体验。球鞋的系带系统是这一双鞋身上最大的一个亮点，它的系带系统跟轻狂 Pro 身上的类似，并且进行了一定的升级，也是轻狂 Pro 身上我唯一一个喜欢的地方。而这一次，它拥有了它专属的名字 Harness Line。这4对动态鞋带孔的调节范围非常大，不管你的脚型有多窄，它都能够调节到适合你的宽度，非常出色。而当你系紧鞋带之后，你能够得到非常顶级的包裹以及锁定，脚在鞋内的每一个部位都能够被非常好的包裹住，几乎没有一丝多余的空间，并且在锁定方面的表现也同样非常拔群。在做变向以及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，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任何的位移，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完全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。不过在脚踝处的鞋带，大家一定要系得紧一些，不然它还是会出现一点点掉跟的感觉。而且大家可以放心，它的鞋带即使勒得非常紧，也完全不会出现勒脚的情况。静态包裹、动态锁定、包裹的舒适度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出色，完全没有问题。高强度的鞋面加上上翻至鞋面的中底 TPU， 球鞋在侧向支撑方面的表现也同样非常出色。不管做什么动作，鞋面都可以非常好的兜住双脚。后跟内部也有着强度比较高的钢宝加持，后跟处的支撑也得到了保证，并且它在足弓支撑方面的表现也完全没有问题。球鞋在足弓处做出了明显的内收，并且中底的 TPU 也做出了明显的上翻，能够非常好的支撑住你的足弓。穿在脚上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足弓处有一定的承托感，感觉非常不错。而球鞋中底的大面积 TPU 加上中间位置处的碳板，让它在整体的抗扭性方面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。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动作的时候，球鞋也完全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，整体在支撑抗扭方面的表现非常拔群，非常棒。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也同样出色，大底的面积比较宽大，并且在前后掌都做出了比较明显的外扩，再加上它较低的中底重心以及中底缓震材料的外包，穿它打球脚底下非常放心，不管做什么动作，心里面都没有什么后顾之忧。在重量方面的表现也还算不错，单支42.5码的 CR One 重量是392克，虽然算不上轻质，但是绝对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。不过球鞋的重心会比较靠下，中下部分的重量占比会略高一些。好在球鞋的鞋脚一体性还是不错的，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完全可以接受。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+，这一双鞋在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出色，不管是抓地、缓震、反应性、场地感、包裹、锁定、支撑、抗扭、稳定性等等各方面的表现都是在水准之上的。只要你的脚型合适，不管你在场上是打什么位置的，这一双鞋你都可以选择，并且不管你是打全场多还是打半场多，这一双鞋也都可以适配。这一双鞋说它是 Z 世代篮球鞋的基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这一双鞋的表现非常的全面，不管是什么位置上面的球员，这一双鞋都没有问题，都可以适配，算是一双非常万金油的鞋款。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，在尺码的选择方面，我平时耐克穿42.5，李宁穿42，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.5还是非常合适的，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。球鞋的鞋楦略微有一些偏窄，我更加推荐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窄的朋友去进行选择，宽脚的朋友尽量还是在试穿之后再考虑是否要进行购买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。亚当球鞋，一切从实战出发。我是亚当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，希望你可以关注我，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